在日本近海，北太平洋之上，有一片海域被称为最接近死亡的魔鬼海域。它北起日本海中部，南至关岛的马里亚纳群岛，坐落于神秘的北纬25度、东经142度，是地球上最恐怖的三角区域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在这里屡屡发生船只神秘失踪、飞机凭空消失等奇异事件，使得这个三角区成为了可以媲美百慕大三角的存在。这就是日本的恶魔海——龙三角。1274年，元太祖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900多艘舰船、4万人构成的庞大舰队出征日本，但队伍在途经龙三角时突然遇上了风暴，死伤大半，不得已折戟而归。时隔7年，忽必烈再次对日本发起进攻，这次他率领14万士兵，指挥着3000战舰，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日本出发了。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征途他们再次遭遇飓风，甚至比7年前的灾难还要可怕。当时狂风大作，强倾急摧，7万名援军瞬间丧生大海。日本人认为这股飓风保护了日本，于是创造了神风的概念。在二战后期，美国海军第38航母特遣队对日本的神风突击队发起了3天3夜的狂轰滥炸。正当舰队重新补充燃料，准备再战的时候，这片海域突然又刮起了飓风与恶浪。在强大的飓风和18米高恶浪的袭击下，美军节节败退，16艘舰船遭到严重破坏，200多架飞机更是从航母上被掀到了海里，765名美军水兵遇难。这也成为了美国海军在20世纪所遭遇最严重的自然灾难。而这一战之后，日本人对于龙三角的飓风更加的崇拜，神风之名一时无两。当然，这神风并非真的有神灵可控，实际上只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日本天然的屏障，但同时也是它贸易的阻碍。1980年9月8日，一艘名叫德拜夏尔号的巨轮装载着15万吨铁矿石来到了距离日本冲绳海岸200海里的地方。这时海面上渐渐刮起了飓风，在几天后更是狂风巨浪一起登场。这艘庞然大物与每小时100公里的狂风和9米高的巨浪进行殊死搏斗后，仍然不敌德拜夏尔号全体船员以及那整整15万吨的铁矿石，全都消失在了这狂风暴雨之中。当然，龙三角的可怕之处，除了夺人性命的飓风，更多来源于频发的诡异失踪案件。1957年3月22日凌晨4点48分，一架美国货机从威克岛升空，准备前往东京国际机场。下午2点，驾驶员发出信号，表示预计在下午5点到达目的地，机组处于正常状态。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在下午3点15分，这架飞机却在距东京300公里的地方离奇消失了。不仅是天上，在洋面上也时常出现离奇的船只失踪事故。2002年1月，一艘名叫林杰号的中国货船及船上19名船员，在日本长崎港外的海面上突然就消失了，没有求救呼叫，也没有残骸遗留，货船就仿佛突然在人间蒸发了似的。失踪事件的屡次出现，使得人们对龙三角区域更加关注，但没想到的是，一番调查之后，却得到了一个更为意外的发现：消失的船只中，以带有核武器的潜艇或飞机失踪事件最多。据相关资料显示，仅前苏联先后就有13艘潜水艇在龙三角海域失踪。据不完全统计，可能至少有126枚弹头长眠于龙三角。对此，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日本龙三角有未知力量在搜集核武器，甚至很可能这股未知力量就是外星人。当然，
关于外星人的猜测并非是无稽之谈，因为龙三角海域似乎的确隐藏着 USO。 最著名的不明飞行物报告记录于1957年4月19日的日本轮船吉川丸上。当时船只航行于返程途中，船长和水手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不明飞行物。据船长描述，2个闪着银光呈椭圆形飞盘状的金属飞行器从天而降，瞬间便钻入了离船体不远的海水中。该船长还在日志中记录了事发位置：北纬30度15分，东经142度30分。尽管该事件证据凿凿，但兴许是由于太过离奇，太过不可思议，所以相关部门对此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1980年8月18日，原苏联的乌拉基米尔号船在完成任务后，从日本沿海返航途中，一位随船教授突然发现一个不明物体从海底冲了上来。这件物体呈圆筒状，能够发出耀眼的蓝光，当它划过船只时，还能将船的一片区域烤得焦黑。这个来历不明的物体环绕船只数分钟以后，与它出现的一样突兀，又骤然消失在海洋中了。这位教授表示，如此怪异的东西绝非地球所有。1881年6月11日凌晨4时，皇家巴克斯号轻型巡洋舰在龙三角最深的海区碰到了传说中发光的幽灵船飞翔荷兰人号。这件事儿被记载在乔治5世的儿子所创作的航海日志中，他是这么记载的：飞翔荷兰人穿过了我们的船首，它发出奇怪的灵光，并航行到我们的左舷船首。值班驾驶员也看到了它，但是船只靠岸后却看不到附近或者地平线上有任何具体船只的痕迹或迹象。关于这片海域的幽灵船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而那些奇怪飞船的目击事件等更让人们坚信这个三角区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科学工作者们开始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角度试图去揭开魔鬼海之谜。有人说是海洋怪兽兴风作浪，导致各种船只失踪；有人说是当地的磁场特殊，引发了船只迷航；有人则将这些离奇失踪案归咎于飓风；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外星人的杰作，亦或者三角区隐藏着时空之门等。可以说，对于这三角区，大家是众说纷纭。对此，你们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最后，对类似日本的都市传说和灵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老阴斗，注意是拼音老阴斗，其他都是假冒的。回复日本即可获取相关视频解说。好了，本期到此结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